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4月5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4月4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170.07，收盘价是171.11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177.19，最低价是在168.01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9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收在了前一日 K 线最高的上方，在各条均线值的下方。当日的成交量是 1.232 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.48 倍，抱有大的成交量。KD 值，我们会看到快线的方向是向水平方向发生了转折，双线是趋于合拢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下行的走势在减弱，或者叫开始减弱。MACD 快线的方向是转折向上，开口不变，双线是上行，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略长的绿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空头趋势在减弱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4月4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上影线的小绿 K 线，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。那它所处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反弹的行进中，是在相对高的位置。那这样的K 线线型通常我们把它称作叫天剑线。天剑线如果出现在相对高的位置，它是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。那我们会看到当日的这根天剑线，它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在盘中一度是站上了各条均线值，在上方177这个地方是遇到了压力而出现了反转向下。那177我们会看到是我们多次说过的这根蜻蜓线的最高，对，那这是一个强压力。然后最后呢，在盘中是股价出现了回撤，最后收盘价是收在了5日均线值的下方，但是呢，它是依然是在前一日 K 线最高的上方。我们也会注意到当日的成交量是抱有大的成交量。那出现这样的线型，抱有大的成交量，说明股价在到达高位的时候是有获利出场的，也就是在这个地方是有卖压出现的。那日后我们说只有股价能够站上这根天剑线的最高，也就是177，那么股价才能够继续反弹，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换手成功。但是如果日后股价不能够站上177，而是出现了反转向下，那并且呢，日后的 K 线收盘价在跌破这根天剑线的最低，也就是168，那么将会确认股价变盘向下，那么股价一定会下行。那下行的目标一定是前低160，对。好，这是我们对这根天剑线的解读。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，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4月4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给出了2个点位，就是股价会出现反弹，一个是收盘价在170，另外一个是收盘价会在175，在这个位置。那第二个可能，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下，收盘价会在165附近。实际在4月5日收盘价是在171.11，出现了反弹。那这与我们预测的反弹不仅在收盘价的点位上相接近，并且呢走势也是基本相同的，也就是上方在177遇压力。好，那么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说，如果股价
就是说日后股价反弹的条件就是要站上177，所以我们先来看上行，对，因为目前股价还在反弹的行进中。那上行目前对于4月5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上行的目标依然是184，站上它就是出现头高，下方是有底高，也就是再次确认这个短期的多头趋势。那么我们说啊，现在到达184之前会有一个强压力，就是177。之前我们定义的是这根蜻蜓线的最高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也会看到这根 K 线也是在这个177附近遇到压力。那目前这个强压力依然是这个位置，但是呢，这个压力变得较之前是更强的，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大的卖压。如果我们说只有多头力量的介入，那么股价才有可能继续上行，否则出现这样一个大的成交量呢，一定会推动股价下行的。所以目前这个177啊，较之前的压力将会比之前会更大。好，这是到达184之前的强压力，当然之前还有各条均线值会成为压力。那184被站上之后，第二个目标就是205，站上它就是要瓦解自2023年12月28日以来的空头趋势。当然，站上它之后，接下来的目标就是265，这是上方的3个目标。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，股价下行，如果股价没有多头力量的介入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会顺势出现下行。下行现在第一个目标我们依然维持在160这个位置，在到达它之前我们说这根天剑线的最低168，还有这根两个横盘 K 线最低163啊，这两个位置将会成为支撑，对，或者叫强支撑。那么160被跌破，将会继续目前的这个空头趋势。那接下来的目标，第二个目标还是152，要收复自2023年4月27日以来的这一波上涨。那么这个位置被跌破之后呢，接下来一定是102，也就是这个低点。好，这是股价下行的3个目标。我们再来给出在4月5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，在4月5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是这根天剑线实体的下沿，在170附近。好，我们把这个观察线移到170这个位置。观察它的目的就是股价只有在它的上方运行啊，我们认为股价才有可能会继续反弹或者说是横盘。但是如果在170下方运行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一定会出现反转向下，尤其是如果出现一个低开盘，然后在这个地方遇压而反转向下呢，那我们会看到那上方这两个头就建立了。我们也会看到这里有头低，现在再次出现头，对，所以股价只要在盘中4月5日不能突破170呢，或者在这个地方遇压而反转向下，那么这个头将会被建立。好，这是我们关注170的目的。同时170这个位置也是当日新生成5日均线值，也在这个位置。当然我们说也不排除如果股价出现高开盘，那这个位置还很有可能成为一个支撑位，对，推动股价继续上行。但前提是一定会有必须要有多头力量的介入，否则股价是很难上行的。好，这是观察位。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
规律，目前我们有一个15%的多头仓位，成本价是在175，在之前我们已经多次描述过了。那给的止损位我们是守166，对，这个位置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守163。那在4月4日啊，股价是没有到达这个位置的，因此目前这个仓位是依然持有的。我们说这个仓位是我们在3月18日和3月20日建仓的，那获利目标我们之前说过是从181到183，或者只要股价超过成本价175，我们会看到有数个交易日都是可以获利出场的。那么，如果没有获利出场，一定是等待做多的。所以说到了4月5日，我们给出的止损位依然是166。如果能够承受更大的损失呢，可以也可以守163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多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。我们再来看空头，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，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。空头目前一定是守这根天剑线的最高177，那它的目标就是163和下方的这个160这个位置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也就是空头的2个目标位。好，那么我们再来看压力位和支撑位。我们先来调整一下这个水平线啊，这水平线刚才被移动了，对。好，调整到160这个位置。好，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能否在屏幕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那在4月5日到来的压力位上方是172到173，这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和20日均线值在这个位置。第二个压力位是强压力177，第三个压力位就是184到187，是这个缺口。好，那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从169到172之间。然后呢，接下来第二个支撑是168，第三个支撑是163，第四个支撑就是160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4月5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今天要给出的2个预测都分别给出2个收盘价的点位。我们先来看股价的上行，也就是第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反弹。如果是继续反弹，它必须是高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69，然后上方最高会到达174，收盘会收在172。也就是继续出现反弹，这是第一个点位。第二个点位同样是高开盘，然后呢，股价最低是回踩到171，上方最高会到达180，在这个位置，收盘会收在178。那么反弹，我们给出2个点位，172和178。出现反弹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69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反弹。好，那第二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回档或者说是反转向下。那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低开盘或者是很小幅的高开盘。然后呢，股价在盘中最高会到达172，下方最低会到达166，然后收盘会收在167附近。
如果最低到达了163，在这个位置，那么我们认为收盘价会收在164.5附近。那出现这样的反转向下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72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下行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4月5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，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